怀孕后，原本冷淡的婆婆突然变得热心，主动来家里照料我。她到来之后，我注意到老公的应酬突然增多了起来，经常晚归。在婆婆的劝说下，我喝下了一碗又一碗她精心熬制的中药。她总说这是为了我的身体好。直到某日，在医院偶遇老公小心翼翼地陪着另一个女人做产检，我的心瞬间跌入冰窖。那个瞬间，我恍然大悟，老公早已背叛了我，而且他们的目光还瞄准了我父母的遗产。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，利用我怀孕的机会，企图通过让我难产，从而夺取我手中的财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自从我怀孕的消息传来，这本应是家中的一大乐事，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婆婆竟然不请自来，背着沉甸甸的麻袋出现在了我家门口。这让我颇感意外，因为婆婆一直对我不冷不热，她总觉得我过于娇气，还有些许的脾气，再加上我身材偏瘦，她第一眼看到我就认为我不容易生育。好在老公一直支持我，之前甚至为了我把婆婆送回了乡下。我们结婚已经3年了，一直没有孩子，也曾去医院做过检查，但医生都说我们2人都没问题。这次怀孕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意外的惊喜。老公刚给婆婆通报了喜讯，没想到第2天他就急匆匆地赶来了。因为身体不适，我请了1周的病假，在家休养。那天我正躺在床上休息，突然被一阵喧闹声吵醒。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在睡？谁家的大人天天只知道睡觉？婆婆的大嗓门让我无法继续安睡。尽管身体不适，我还是努力让自己清醒。这时，我听到了老公为我辩解的声音：“妈，倩倩现在怀孕不舒服，你就别嚷嚷了。”听到老公这样说，我心里感到了一丝温暖，至少在这个家里，还有人是真心为我的。婆婆虽然还在继续嘀咕，但随着老公匆忙出门上班，家里也终于恢复了宁静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从床上缓缓起身，还未走到门口，耳边就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声响。我心头一紧，急忙奔向厨房。地板上散落着不少我平日里喝的补品，一片狼藉。婆婆紧锁眉头，满脸的不悦，口中又开始嘟囔：“真把自己当千金大小姐了，整天这副娇滴滴的样子是给谁看啊？”听到这话，我心里顿时不是滋味。妈，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挣钱买的。我试图解释，婆婆立刻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语气不善地说：“你的钱，你这几天都没去上班，花的还不都是我儿子的辛苦钱？”我被他的话气得哭笑不得。我只是请了几天病假而已，很快就会回去上班的。我努力保持冷静，婆婆却猛地把手中的锅往地上一摔，刺耳的撞击声让我心跳加速。上班？上什么班？我告诉你，要是我孙子有个3长2短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我命令你马上辞职。他的态度强硬，不容置疑。面对他的无理取闹，我竟无言以对，但又不想与他发生正面冲突。现在是怀孕初期，孩子很安全，不会有事的。我试图用平和的语气安抚他，只当他是过度关心这个未出世的孩子，也就没有过多计较。然而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婆婆竟然轻声嘀咕了一句：“这孩子千万不能掉，不然我大孙子就没了。”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奇怪，但当时我并没有太过在意。我迅速走出厨房，给老公发了条消息，毕竟婆婆在这里待个1、2天还好，时间长了，我们俩之间的矛盾肯定会激化，而且
这个孩子对我们来说是个意外的惊喜，我非常珍惜，不希望因为任何原因出现差错。老公很快就回复了我的消息，他安慰了我一番，并承诺下班回来后会处理这件事。我叹了口气，心想今天婆婆是肯定回不去了，只能希望老公回来后能有个好的解决办法。为了避免心烦，我索性躲回卧室，眼不见为净。经过早上的呕吐，现在我感觉好多了。躺在床上，我翻阅着手机上的消息。由于怀孕月份尚小，我们决定暂时不向外界透露这个消息。突然间，一股浓烈的中药味飘入卧室，我皱着眉头坐起身来。婆婆正在厨房里熬着什么药，她见我走过来，得意地瞥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这可是我从神医那里求来的药，你等会儿得全部喝下去。”我皱着眉回答：“妈，你找的这是什么药？我现在可不能随便喝药。”婆婆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：“这药我费了好大劲才求来的，花了我好几百块呢。你说不喝就不喝。”我不想跟她争执，但也不想喝这来历不明的药，于是打算趁她不注意时偷偷倒掉。反正屋里中药味已经这么浓了，倒掉一些也不会被发现。我回到卧室，继续催促老公赶紧回家。老公，你快回来！妈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中药，非要我喝。老公那头环境有些嘈杂，听声音他似乎正在忙什么，但我没太在意。他说：“别担心，我刚问过了，妈说那是我们老家那个老中医开的补药。”我仍然有些担忧，可是我现在怀着孕，能喝这种药吗？老公继续轻声地安抚我：“那个老中医真的很厉害，他是我们村里的赤脚大夫，经验非常丰富。妈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，他说这药是没问题的。”听到老公这么说，我悬着的心才稍微放了下来。我想，家里人都这么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，婆婆就算不喜欢我，也应该不会做出对孩子不利的事情。所以，当婆婆熬好药后，我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还是捏着鼻子喝了2口。可是，那中药的味道实在是太奇怪了，我只喝了2口，就再也喝不下去了。婆婆站在旁边盯着我，似乎我不喝完，她就不打算离开。我有些无奈地看着她，说：“妈，我真的喝不下去了。”婆婆眼睛一瞪，不满地对我说：“你真是没这个命享福，叫你喝你就喝。”我尝试再喝了2口，但是最终还是忍不住吐了出来。婆婆厌恶地往旁边躲了躲，嘟囔道：“没用的东西。”她接着对我说：“这药你哪怕一次只喝1口，也得给我喝完。”我看着她端着药碗离开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再好的药，如果喝不下去也是没用的。终于等到老公回来，我总算安心了不少。我生怕婆婆又找出来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让我吃。老公亲昵地揽着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依靠。怀孕之后，我变得异常敏锐，尽管那香味很微弱，但我仍然从丈夫的身上捕捉到了香水的气息。当我向丈夫提及此事时，他瞬间站起，闻了闻自己的衣物，他笑着快步走向浴室，一定是今天在外面不小心沾上的，他解释道。我微微蹙眉，内心深处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忧虑。婆婆来访1周，我也被迫喝了1周的中药，这让我感到非常不满，为此和老公几乎起了争执。他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我明天就送妈回去，你怀着孩子，别动了胎气。”他说完又叹了口气。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可能有些过激，但是和婆婆相处实在是让我感到困扰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询问道。老公这才吐露实情：“我也很难办，我弟弟准备结婚，
但他们不愿意和妈一起住。他们刚工作没多久，妈年纪大了，再买房子确实有些困难。他欲言又止，我眉头紧锁。那先贷款买一套呢？我提议道。老公继续说道：女方的要求很多，那点钱根本不够用，光是彩礼就花了不少钱。倩倩，我的想法是，妈年纪大了，我们或许应该支援一点。我犹豫了，我们现在开销也很大，还有房贷要还。再说，我们的孩子也快要出生了，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老公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我记得你名下还有一套公寓，要不我们先把它卖了？我立刻站起来反对，不行，那是我父母留给我的，那套公寓是父母在出事前为我买的婚前财产，它对我意义重大。别的不说，那是我爸妈给我买的，我是绝对不会卖的。我的态度非常明确。见我如此坚决，老公的声音也不由得提高了几分。这个不行，那个也不行。我作为哥哥，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弟弟结不了婚吧？他撂下这句话，就愤然离去。我紧紧抿住嘴唇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其实我也能理解老公的想法。婆婆一个人辛苦抚养2个孩子长大，现在手头确实有些拮据，而小叔子刚步入社会，想要贷款买房，首付确实是个大问题。我在心里权衡了一番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准备做出一些让步。然而我刚走出卧室，就听到婆婆的房间里传来了争吵声。我猜想他们可能正在讨论房子的事情。她不愿意出，她凭什么不愿意？婆婆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和不满。我听到这里，不由得停下了脚步。让她把公寓卖了，给你弟弟买房结婚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她既然嫁到了我们家，就是我们家的人，她的钱我们怎么就不能用了？婆婆的这番话让我惊愕不已。我本以为老公不会和婆婆有同样的想法，但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彻底愣住了。妈，你小点声，别让她听见了。老公试图平息婆婆的怒火，但他的这番话却让我心如死灰。等孩子出生后，长大一些，他就算不情愿，也得情愿。婆婆的话语中透露出得意。我可是找人算过了，这一胎肯定是个大胖孙子。婆婆信心满满地说，老公也附和着笑。妈，你放心好了，别忘了你弟弟的事情。婆婆提醒道。知道了妈，你明天就先回去吧。老公回答道。婆婆有些不情愿。哼，你以为我愿意照顾这个扫把星啊？说不定他爸妈就是被他克死的。我听到这话，腿一软，差点摔倒，心里感到一阵冰凉。好了妈，别刺激到他，万一流产了就不好了。老公有些担忧地说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他这一胎必须保住，不然我的大孙子怎么办？他将来可是要享福的。婆婆的话语中充满了期待和迷信。我慌慌张张地跑回房间，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巴，生怕发出一点声音。我躲进被窝，整个后背都在发凉，身体不停地颤抖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思考他们的话，却越想越觉得恐惧。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强迫自己镇定，听见老公的声音越来越近。当他在门口喊我的名字时，我假装已经睡着了。婆婆走过来，看了一眼，然后离开了。妈，我就说她没听见，你慌什么？老公安慰婆婆道。我明天就回去，等3个月后胎儿坐稳了，我再过来。婆婆决定道。老公点点头，知道了妈，你放心，不会耽误弟弟结婚的。我在床上越想越紧张，手里的衣服都被我攥得紧紧的。这一夜过得非常漫长而煎熬，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睡着的。醒来时屋内已是一片安静。我立刻坐起身，给我的闺蜜林小乔打了个电话，
他听出我声音异常，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倩倩，你怎么了？他关切地问道，握住了我满是冷汗的手。瞧瞧，我昨晚听到了我老公和我婆婆的对话。我声音颤抖，将昨晚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。林小乔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气愤地站起身来。赵波涛，这算什么东西？赵波涛是我老公的名字。林小乔一直对他有些看法，觉得他为人虚伪，但我当初却觉得他温文尔雅，对我也体贴入微，因此选择与他步入婚姻。婚后的这几年，尽管与婆婆相处并不融洽，但有赵波涛的支持，我也就觉得一切都能忍受。林小乔紧锁眉头问道：倩倩，你叫我来，是已经做出决定了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昨天婆婆与赵波涛的对话让我心生疑虑。瞧瞧，我总觉得他们口中的大孙子，真的指的是我肚子里的孩子吗？林小乔有些迟疑地问道：你怀疑？我想让你帮我查查。我坚定地回答：婆婆如果只是为了房子而来，她不可能这么轻易就离开。林小乔的男朋友擅长搜集小道消息，而且他打听起来也不会打草惊蛇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想先去查查我喝的那些药。我补充道，在昨天之前，赵波涛说药没问题，我倒没怎么在意。但经过昨晚的事情，我现在开始感到后怕。我紧紧地握住林小乔的手，我真的不该就那么随意喝下去。万一孩子……林小乔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以示安慰。别慌，别慌，我会先去调查一下那位老中医的。听到他的话，我稍微安心了一些，点点头表示同意。我明天要去医院做个详细检查，这样才能真正放心。我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。好的，我明天陪你去。林小乔毫不犹豫地支持我。林小乔在家里陪着我。赵波涛发来消息说晚上有应酬，不能回家。我莫名地松了口气，整个晚上都有些心神不宁。爸妈去世后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成了我唯一的亲人，我绝对不能让他受到任何伤害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我发现赵波涛一夜未归。尽管内心充满疑惑，但我还是选择压下这些念头，给林小乔发消息，约定在医院门口碰面。到了医院，我看到林小乔紧锁着眉头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我心头一紧，拉住他的胳膊追问：查到什么了？林小乔深吸了一口气，缓缓说道：时间虽然有点短，但是大虎告诉我，那个村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老中医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脸色刹那间变得苍白。会不会是隔壁村的老中医？我试探着问。林小乔轻轻地搀扶着我，摇了摇头。大虎也这么想过，但是他当时询问的是村里的老人。老人说，这附近方圆几里地内都没有什么老中医。我闭上眼睛，双手紧紧捂住肚子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先去医院做个详细检查。我决心要查明真相。那些中药是婆婆熬煮的，由于我闻不惯那股中药味，所以从未去看过她到底熬的是什么药材。现在我必须要弄清楚这一切。在医院，我坦诚地告诉了医生我喝了中药的情况。医生听后皱起了眉头，让我先去抽血化验，然后再去做个 B 超。一系列检查下来，幸好暂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，我总算松了口气。然而林小乔却觉得这件事并不简单。如果他们心里没鬼，为什么要骗你呢？林小乔提出了疑问，这也正是我心中的困惑。我只觉得头晕眼花，心中充满了疑虑。他们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自言自语道。林小乔见我脸色不好，赶紧扶我坐到椅子上休息，然后去给我接水。只是他端回水时，
脸上露出了些许异样的神情。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语气十分严肃：“倩倩，你先喝杯水定定神。”我略感困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深深吸了口气，凑近我耳边低声说：“我刚才看见赵波涛陪着一个女人在做产检。”我手一颤，水杯从手中滑落，摔碎在地。林小乔迅速拿出纸巾，帮我擦拭身上的水渍。“倩倩，你先别急，说不定是我看错了呢。”他安慰道。我站起身，紧紧握住林小乔的手，我要亲自去看看。虽然心里抱着一丝侥幸，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件事并不简单。我跟着林小乔朝他看见他们的方向快步走去，刚转过一个弯，就看见赵波涛小心翼翼地扶着一个面容清秀的女人迎面走来。他们一边走一边交谈着。我都说了，你得特别小心，有什么事情让家里的阿姨帮忙就行了。赵波涛的语气中充满了关切。清秀女人轻轻拉着赵波涛的胳膊，笑着说：“哥，你别太紧张了，我只是不小心撞了一下，没关系的。”赵波涛停下脚步，眉头紧锁：“什么不小心撞了一下？你现在怀着孕，凡事都得小心为上。”清秀女人听后，用手捂着嘴笑了起来：“赵波涛哥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给赵家生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瞬间明白了一切，身心俱震，不由得连退2步，眼前一黑，几乎要晕倒。林小乔眼疾手快地扶住了我。“倩倩！”我靠着墙，慢慢地缓过神来，脸色苍白如纸。我无法自欺欺人，那个扶着别的女人的男人，正是我同床共枕的丈夫。我闭上眼睛，声音颤抖：“乔乔，赵波涛他背叛了我。”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过去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。赵波涛虽有诸多不足，但他曾是我的依靠，是我们家的顶梁柱。没想到，我精挑细选的男人竟然早已背叛了我。林小乔轻轻拍着我的背，柔声安慰：“倩倩，别难过，现在发现还不算晚。”他的声音坚定有力：“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”我闭着眼睛，无力地点了点头。不论如何，赵波涛的背叛已是不争的事实。乔乔，我声音低沉，这个孩子我绝对不能留。现在想来，婆婆口中那个所谓的大孙子，应该就是那个女人肚子里的孩子。只是如果为了孩子，可明明我也怀孕了，我总觉得这其中有些古怪。发现赵波涛带着人去医院产检，林小乔先冷静了下来。她先让自个男朋友去查赵波涛和那个女人住在哪里，而她自己则装作是那个女人的朋友，去询问医生。我等在楼道里，攥紧了手。倩倩，听她的意思是，她已经怀孕1个多月了。林小乔走了过来，眉头皱起，算算日子，和我的时间差不多。倩倩，你真的要打掉孩子吗？林小乔有些于心不忍。我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，可是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没了爸爸。单亲家庭的苦，林小乔比我更了解。他跟着叹了口气：“倩倩，你难道还想忍下去？”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想问我要不要为了孩子妥协。可是我更清楚地知道，赵波涛和婆婆他们在算计我，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在算计什么。但是我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害我。乔乔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要查清楚他们要做什么。林小乔点点头，支持我的决定。我们要多搜集证据。我要和赵波涛离婚。光是赵波涛陪着别的女人产检还不够，无法证明他出轨。我要的是更多的证据。林小乔点点头，这才是我认识的张倩倩。大虎的消息也很快，他跟着赵波涛找到了那个女人的住所，和我们是一个小区。
早在半年前就搬进去了。我攥紧了手，看起来赵波涛出轨已经至少半年了。赵波涛又发来消息，说是最近有个大单子，估计要住在公司了。我冷笑着回了个好，正好这2天我要去做手术，也好养养身体。赵波涛不着家了好几天，我做完手术，林小乔陪着我在家休息。赶早的时候，赵波涛回来了一趟，把衣服往洗衣机一丢，大声喊我：倩倩，记得把衣服洗了。林小乔当时就不干了，开了卧室门出来，对着赵波涛：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。赵波涛，你是不是人？赵波涛被骂的人都懵了。林小乔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连忙出来，拉住了林小乔的胳膊，摇了摇头。现在不能打草惊蛇，倩倩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不愿意我妈照顾你，我让人回去了。我弟弟呢，我也不为难你，怎么搁他嘴里话就这么难听？是。林小乔看懂了我的意思，忍了忍。赵波涛，倩倩怀着孕，你让她给你洗衣服。赵波涛哽住，硬着头皮继续说：那怎么了？洗衣机洗的，又不用她手洗。再说了，我妈以前在家不都是手洗？我冷笑一声：赵波涛，那你让你妈过来给你洗。赵波涛一时语塞，你不是不喜欢她？我垂下眼来，我想了想，我这月份一天天大了，你工作忙，还是得让她来帮我。赵波涛眼前一亮，他没想到我自己松了口，但是他更想不到的是，这是我故意的。只有婆婆来我身边了，我才能抓到证据。行，我今天就给她打电话。不过晴倩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妈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自己愿意她来的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。赵波涛喜不胜收，没发现我话语里的敷衍。倩倩，我妈也是为了你好，你看你这么久了，好不容易怀上，她也是着急了，特意找老中医开了保胎的方子。老中医？我似笑非笑地看着赵波涛，我倒是好奇，他口中的老中医卖的是哪门子的？不说了，倩倩，我还有事，衣服你记得洗，我妈下午就能到。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心中一片冰凉。这就是我选出来的男人，他的老实浮于表面，实则对我百般算计。林小乔拉住我的手，给大虎打去了电话，让他盯着赵波涛，看看他去了哪里。果不其然，赵波涛转头去了另一栋楼里。他嘴里的上班都是骗人的。我听着大虎的消息，心中难起波澜。林小乔拍了拍我的手：倩倩，咱们要不先找找律师？我闭了闭眼，摇了摇头：不用，我身上没多少钱，我爸妈心疼我，又只有我这么个女儿。当初我非要嫁给赵波涛，他们最后被我磨得没办法，跟我做了约定，不说长了，3年5载，他要是还是这样，我和你爸就认了。我妈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我名下的财产全都转走，做了公证，包括他们后来的遗产。房子也是我的婚前房子，如果赵波涛要和我离婚，他从我这里拿不到什么东西。林小乔啧啧2声，感慨极了。叔叔阿姨还真是。林小乔适时闭嘴，他想说的话我都懂，只是我当初信誓旦旦和爸妈说赵波涛不贪图我什么，但是现在我只觉得一巴掌重重地打在了我的脸上，我有些喘不上气。我拉着林小乔的胳膊：乔，人要有报应，对不对？赵波涛，你欠我的何止这点？林小乔心疼地点点头：倩倩，你放心，他们肯定要有报应的。婆婆来得很快，赵波涛刚打完电话，他就坐上了车。大虎让人跟着他，看看能不能找点蛛丝马迹。没想到还真让他发现了什么。那村子里是没有老中医，可是却又有个名不见经传的老太婆，婆婆很信任他，
据说这个老太婆掐指一算，能定人胎相，知道里面是男是女。我怀上以后，婆婆就去了老太婆那，带了我的生辰八字。老太婆一看，就断定我怀的是个女孩。婆婆着急了，问她有什么办法。老太婆叹了口气，悲天悯人，你心诚，我也不是没办法，就是这逆天改命的。婆婆立马掏钱出来，那架势生怕老太婆不收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赵波涛得知他出轨的那个女人也怀孕了，婆婆喜不胜收，又去找了神婆。神婆说她这一胎是男孩，这消息是大虎找人从神婆那问出来的。他干这一行，和人打交道的多。一开始老太婆不肯说，还要装模作样，但是大虎带过去的是几个人高马大，看起来不好惹的壮实男人。老太婆一抖，哪见过这架势，就什么都说了。我闭了闭眼，跟林小乔道谢，要不是你们，我现在真的是……林小乔眉头一皱，你就是我亲姐们，大虎是我男朋友，我们帮你应该的。话是这么说，我还是给大虎赚了钱过去，恩情是恩情，但是他带着人跑来跑去，我不能就这么坐享其成。林小乔知道消息，点了点我的头，人这么聪明，怎么当年碰上赵波涛就憨了？我拉着他的胳膊，大概当时自戳双目了。而婆婆知道我肚子里怀的是个女孩以后，心思就活泛起来了。她自然要为自己的大孙子做打算，所以搞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偏方。我喝的那些中药，就成了他们口中的老中医的保胎药。婆婆来了以后，林小乔就先离开了，我找她给家里安装了监控。婆婆一来，先对我冷哼了一声，真是不知道谁家的姑奶奶。我一改往日的性子，走到婆婆的身前，笑了笑，妈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婆婆一愣，似乎有些意外。我继续说道，赵波涛忙，我这月份一大，家里的事就忙不过来，所以让妈你来帮衬帮衬我。婆婆狐疑地看了我一眼，又被我捧得得意洋洋。行了，我就这忙碌命了。对了，那保胎药你给我好好喝，听到没？我里面还加了人参的。婆婆有些心疼，我看着她不作假的神色，有些意外，她能这么好心。我垂下眼，掩去脸上的嫌恶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需要拿到婆婆手上的药渣。不过她看得严，要给她找点活干。我托了林小乔，特意让那个女人碰见了婆婆。赵波涛瞒得不算好，我甚至得知那女人知道我的存在。我冷笑一声，好得很，这样我也就不用顾忌什么了。毕竟要是她不知情，我还能劝一劝，弥补一二。但是她知三当三，那一个都别跑。林小乔打听了出来，她叫王虎妞，就是婆婆村里的人。原来是婆婆迟迟等不到我怀孕，以为我生不了，于是动了歪心思。我爸妈人虽然走了，但是关系都还在。赵波涛还指望着我来提点提点他，所以这件事赵波涛一开始不同意，但是耐不住外面的尸香，赵波涛没忍住就出了轨。按照婆婆的说法，就是我生不了，还不能让别人来生。我几乎被气晕了头。更巧的是，我和王虎妞前后脚怀孕。王虎妞碰见婆婆大包小包回来了，又看看自己也没个人照顾，心里自然不平衡了。但是她还是有3分本事，也不闹，只是和赵波涛说这事。赵波涛沉浸在温柔乡里，自然是他说什么，赵波涛听什么。于是婆婆每天活就多了起来，不仅要给我熬药炖汤，还要给王虎妞那边送。几天下来，婆婆硬生生瘦了1圈，我佯装心疼，哎呀妈，你怎么累成这样？婆婆有苦说不出，毕竟买菜的钱是我出的。但是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王虎妞胆子竟然这么大，她特意在楼下
等着我。假装无意的过来搭话：“你好，我想问问附近有没有超市啊？”我不动声色，假装热情的给他指了路。王虎妞笑着跟我说话，说自己老公心疼自己，从来不让她去超市，都是她去买回来。这回她想去买点婴儿用品，找不到超市的路。我清晰地看见她眼中的那点得意洋洋。我笑了笑，那正好，我也怀孕了，咱们一起去。王虎妞的笑容僵住，被我拉着胳膊往外走，自己送上门来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一路上，我跟王虎妞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着重的夸了夸我那个贤惠的婆婆。王虎妞的脸色眼见着更难看了，她咬了咬唇：“你婆婆这么好啊？”我笑着摸了摸肚子：“是啊，天天给我熬鸡汤不说，听说呀。”我停下了脚步，看了看周围，故意假装小心翼翼的凑到了王虎妞的身旁。我和你说，婆婆找了个老中医，弄了不少的保胎药。我抿唇笑了笑，意有所指的继续说着：“只要我坚持喝下去，生下来的一定是个大胖小子。”王虎妞顿时白了脸，她下意识的追问：“真似打梨听手生儿子？”我捂住嘴，装作不小心说出来的样子。她一直追问，我叹了口气：“这是啊，可是我婆婆特意求了人家，千难万险拿回来的。我这也是嘴快，你就当听错了呀。”王虎妞手攥得紧紧的，我看出了她眼底的不甘心，越是不甘心越好。王虎妞也没有什么心思和我继续走下去了。她原本想要来我面前炫耀，想看我跟个傻子一样，只是站在反倒是她自己心乱了。她扯了扯嘴角：“那什么，我有事，我见好就收。那你快回去吧，超市就在前面了。”我指了指远处，又跟王虎妞加了个好友。鱼儿已经放下去了，就看你上不上钩了。大孙子这样的福分，还是得给你们一家三口才行。果然过了没几天，王虎妞就给我发了消息。我留了心眼，加他的是虚拟账号，就算是将来查，也查不到我这个受害者头上。王虎妞先是跟我道谢，说之前走得着急了，没来得及好好跟我说声谢，然后又旁敲侧击打听生儿子的秘方。我笑了笑，看来这样的事，他们母子两个压根就没跟王虎妞提。越是这样，我越是心惊，这只能说明这药问题很大。张姐，我这婆婆也一直想要个孙子，你这药能分我点不？我勾起唇角。赵波涛今天早上回来了一趟，神色很难看。我假装睡觉，实际上爬起来，看着监控里母子俩吵架。妈，这样你为什么告诉王虎妞？婆婆一脸震惊。我怎么可能告诉她？你也知道，这药是用来……她欲言又止。赵波涛也下意识地往卧室看了一眼，肯定是你给她送汤的时候，她闻见了。赵波涛越发生气，婆婆也皱起眉头。我让她别管这事，你也注意点，天天带着药味出去，让人都闻见了。等将来张倩倩出事了，万一查到了，我们都跑不掉。听到这里，我立马坐直了身子，不枉费我花了大价钱。这监控不仅拍得清楚，连他们的对话我也听得清清楚楚。事到如今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？他们母子两个不单单是合着伙欺骗我，除了出轨，还想要我的命。我深吸口气，稳住心神，把这些证据全都保存完整。王虎妞那边又开始催我，看来她想生儿子的决心很大。我垂下眼，给她出了个主意。婆婆每天要去给王虎妞送汤，她最近不监督我喝药，而我的这药自然要送给王虎妞了。王虎妞异常感激。我合上手机，还差一点点，就让他们狗咬狗去。林小乔知道了我的做法，有些担忧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放心，他手机里的东西
我删了。任凭王虎妞怎么都没想到，我和她见面的时候，在监控拍不到的地方，那些消息被我一一删除，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王虎妞开始每天喝着婆婆送来的药，我甚至能想象她每天期待着自己能生个大胖小子的模样。而婆婆和赵波涛他们似乎还没意识到，王虎妞已经开始喝那些药了。这天，赵波涛回来得很早，他坐在沙发上，神情有些严肃。倩倩，你最近有没有感觉不舒服？我装作听不懂他的意思，摇了摇头。怎么了？赵波涛皱了皱眉。你最近没喝妈给你的保胎药吗？我心中冷笑，面上却不显。喝了呀，妈每天都给我熬呢。赵波涛似乎有些疑惑，他皱了皱眉，没再继续这个话题。我知道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，但是又没有确凿的证据。而且他现在更担心的是，如果我真的喝了那些药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事？我垂下眼，掩去眼中的冷意。赵波涛，你就好好享受这段提心吊胆的时光吧。没过多久，王虎妞就给我发来了消息。张姐，我感觉有点不对劲。我挑了挑眉，看来是要开始起作用了。怎么了？我故意装作不知情的样子，询问她。王虎妞似乎有些痛苦。我肚子疼，而且我最近总是感觉头晕、恶心。我安慰了她几句，让她好好休息。然后我把这些消息都截图保存了下来，这些都将是我未来离婚的证据。王虎妞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她甚至开始出现了出血的症状。赵波涛和婆婆开始慌了，他们带着王虎妞去了医院。检查结果出来，王虎妞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保不住了，而且医生还告诉他们，王虎妞的身体里有大量的药物残留，这些药物对她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赵波涛和婆婆震惊不已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而更让他们震惊的是，王虎妞竟然知道了这一切都是他们做的。她愤怒地指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她和她的孩子。赵波涛和婆婆无言以对，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着王虎妞的怒火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，如果他们当初没有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也不会有现在的结果。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切，心中没有任何波澜。赵波涛开始怀疑我了，他回来质问我是否知道这一切。我装作无辜的样子，告诉他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显然不相信我，但是又没有证据。倩倩，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赵波涛盯着我，试图从我的表情中看出什么。我迎着他的目光，毫不退缩。赵波涛，你应该清楚，如果我知道这些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他愣了愣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他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开。我知道他并没有完全相信我，但是他也知道现在没有证据，不能把我怎么样。而且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王虎妞的孩子没了，他的身体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。赵波涛需要花时间去安抚他，毕竟他现在是他的软肋。我看着赵波涛忙碌的背影，心中冷笑，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。如果他当初没有背叛我，没有和王虎妞在一起，也不会有现在的事情。我深吸了口气，转身回了房间。我需要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做。赵波涛和王虎妞的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，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不能急于行动，我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，给他们致命的一击。没过多久，我就等来了这个机会。赵波涛和王虎妞因为孩子的事情矛盾越来越大，王虎妞开始不满足于现状，她想要更多。而赵波涛，他开始后悔了，他后悔当初背叛了我，后悔和王虎妞在一起，
他开始怀念我们以前的日子，开始想要挽回我。我看着他的变化，心中冷笑：赵波涛，你以为你回头，我就会在原地等你吗？赵波涛开始主动找我，试图修复我们的关系。我装作不知情的样子，和他周旋。我知道他现在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想要和我重归于好，然后甩掉王虎妞。但是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我开始收集更多的证据，准备起诉他们。终于，在1个月后，我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。我把这些证据交给了律师，准备起诉赵波涛和王虎妞。赵波涛得知这个消息后，震惊不已。他找到我，试图和我谈判。倩倩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吗？我看着他，冷笑一声：赵波涛，你以为你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？他愣住了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我深吸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赵波涛，你当初背叛我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今天的结果。他沉默了许久，才缓缓开口：倩倩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我看着他，心中冷笑：机会就像你给王虎妞孩子的机会一样。法庭上，我提交了所有的证据，赵波涛和王虎妞的事情被一一揭露出来。赵波涛的脸色苍白无比，他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悔恨。但是已经晚了，法官判决我们离婚。赵波涛需要支付我一大笔赡养费，而且他的名声也彻底毁了。我看着他落魄的样子，心中却没有一丝波澜。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。离婚后，我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我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，开始了新的工作。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男人，他对我很好，我们很快就在一起了。而赵波涛和王虎妞的事情也成为了过去。我听说他们后来分开了，赵波涛的生活一团糟，但是这一切已经和我无关了。我开始了新的生活，我希望能够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